普京的面子已经丢没了。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召开之际，乌克兰无人机不请自来，圣彼得堡石油码头爆出冲天火光，波罗的海舰队博伊基号也遭遇重创。那么乌军这次大规模袭击到底取得了什么战果？中东方向，美伊上演高强度军事互袭，美军空袭格什姆岛，伊朗袭击美军第5舰队驻地，科威特也遭遇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却还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6月3日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正忙着张灯结彩，迎接一场国际大秀，也就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为了办好这届论坛，俄罗斯下了血本，毕竟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交流会，更是俄罗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破除外交困境的绝佳舞台。按照俄罗斯的剧本，这次论坛要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欧洲的制裁没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造势，俄罗斯邀请了大量国际媒体人，预计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其中包括美国。是的，你没听错，时隔近10年，美国代表团首次重返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克里姆林宫助手乌沙科夫在面对媒体时春风满面，表示美国代表将与俄罗斯官员和文化人士会晤，重点讨论将放在俄美文化议程上。说实在的，美国对俄罗斯确实挺好的，不仅在经济上豁免了部分俄罗斯石油制裁，在外交上也给足了面子。外界普遍猜测，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想要释放的缓和信号，想要在乌俄局势之外给俄罗斯找个台阶下。对于深陷外交孤立的俄罗斯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结果呢，俄罗斯这边酒席刚摆好，乌克兰不请自到，直接把桌子给掀了。乌军无人机穿透俄罗斯防空网，直扑圣彼得堡。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圣彼得堡的防空系统被完全压倒，或者说是根本没反应过来。圣彼得堡石油码头被炸得火光冲天，俄罗斯甚至不敢拉响防空警报，估计是怕引起外宾和民众的恐慌。这事儿对俄罗斯的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被击中的石油码头距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会场直线距离仅仅只有17公里，站在会场的高楼上，甚至能直接看到码头上升起的黑烟。乌克兰这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要在全世界媒体与美国代表团面前狠狠羞辱俄罗斯。乌克兰无人机强行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恰恰向外界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乌克兰完全有能力把战火烧回俄罗斯本土的任何一个区域。第2大城市又怎样？防空系统形同虚设，照样想来就来，想炸就炸。如果说袭击圣彼得堡码头只是羞辱俄罗斯，接下来那就是实打实的战果了。6月3日，超过310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发起袭击，位于坦波夫州米丘林斯克的进步国防工厂直接被无人机开瓢。这家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足足有600公里，这说明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此外，伊利斯基炼油厂、萨基军用机场等众多高价值目标也在这次袭击中频频中招。当然，最惨的还是圣彼得堡。前面提到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在芬兰湾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年处理量高大约1250万吨。但乌克兰不仅炸了油库，还有俄罗斯海军的军舰、无人机重点关照了圣彼得堡附近的卡朗施塔德港海军基地以及科特林岛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这次袭击的效果堪称拔群。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20380型轻型护卫舰，也就是博伊基号，在袭击中被击中并严重受损。博伊基号于2013年服役，算是俄罗斯海军里比较年轻的血液。20380型轻型护卫舰的设计初衷就是用于巡逻、反潜和水面作战，身上也装备了导弹系统。近年来，博伊基号出尽了风头，经常在北约水域附近溜达，甚至多次被北约侦察机拍到正在护送与影子舰队相关的船只穿越英吉利海峡。这次对卡朗施塔德的打击，战略意义远超对石油码头的袭击。石油没了可以再抽，码头炸了还能再修，但军港和维修枢纽被炸，那可是要了俄罗斯海军的老命。卡朗施塔德基地属于波罗的海舰队的2个主要基地之一，距离圣彼得堡大概只有20公里，地理位置极其核心。英国电讯报指出，卡朗施塔德常年驻扎着大约20至25艘作战舰艇，以及数十艘辅助支援舰艇。虽然波罗的海舰队那些最大的打击资产大多部署在更靠西的巴尔的斯克，但卡朗施塔德依然是沿海防御的核心，更是舰船维修和海军训练的心脏。虽然目前流出的录像还未能全面评估具体的损失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岛上军事目标的集中度相当大，闭着眼睛扔炸弹都能炸到点什么。其中最重要的设施之一就是卡朗施塔德海洋工厂，这是俄罗斯海军舰艇修理和现代化升级的关键基地。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波罗的海舰队，有时候其他舰队的船也会来这里做大保养。
乌克兰方面随后放话，称俄罗斯可能还有多艘舰艇在这波袭击中挂彩，这就有点让人唏嘘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乌克兰无人艇的折磨下，基本已经废掉大半了，幸存的军舰只能躲在港口里当缩头乌龟。黑海舰队没东西炸，轮到波罗的海舰队遭殃了。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海军现在是真的惨，祖上扩过的家底现在剩不下多少了，拿得出手的军舰更是屈指可数。视线回到乌克兰前线，俄罗斯不仅在后方挨炸，在前线也是打得一言难尽。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从2025年12月到2026年5月，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俄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控制或深入了40.64平方公里的区域。乌克兰的著名军事分析机构 Deep State 进一步补了一刀，他们指出，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俄军仅仅占领了14平方公里，创下了自2023年以来的最低推进记录。顺带一提，这14平方公里不是俄军划水划出来的，恰恰相反，这是在俄军进攻频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用人命堆出来的。整个5月份，俄军发动的突击行动超过了7000次，同比增加了惊人的 37.5%。7000多次袭击换来14平方公里，平均每发动500次冲锋才能啃下1平方公里的土地，足以证明俄军的收益比已经严重失衡，投入的海量兵力和装备根本无法取得预期的战术效果。并且根据经济学人披露，乌克兰可能在憋一波大的，预计在2026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突击，目标就是撕开俄军防线上因过度消耗而产生的缺口。一旦这种攻势成型，那就绝不仅限于某一村一镇的战术反击，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足以影响全局的战略性行动。乌俄战争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乌军的新战果。对于这份惨淡的数据，俄罗斯官方的态度依然是死鸭子嘴硬，继续否认在前线受挫，一直声称俄军正在按计划向战略目标稳步推进。至于这个战略目标到底在哪儿，估计只有天知道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恢复乌克兰1991年边界的讨论再次被摆上了台面。6月3日，乌克兰活着回来基金会负责人塔拉斯·齐穆特在接受采访时放出豪言，他明确表示，通过军事手段恢复乌克兰1991年边界是完全可能的。这位老兄手里的基金会给乌军筹集了海量的物资，对前线的情况了如指掌。齐穆特认为，这场战争最终的走向取决于几个关键变量。第一是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效能，目前来看正在断崖式下跌。第二是对乌克兰的国际支持水平，第三则是全球安全局势的走向。非常有意思的是，齐穆特坦言，想要通过谈判协议回到1991年的边界，那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绝对不会在谈判桌上吐出吃进去的肉，但在冲突的军事解决方案层面，也就是直接在战场上把俄军打回去，这不仅看起来可能，而且是唯一的出路。就目前乌克兰国内的民意来看，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开始认同齐穆特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只能用大炮和无人机来实现和平，而不是靠虚无缥缈的谈判桌。在前线拿不出战绩的俄军，自然就动起了歪心思，使用被国际禁用的白磷弹。据乌克兰巡逻警察局哈扎克旅的通报，俄罗斯军队对顿涅茨克地区科斯坦蒂尼夫卡镇发动了空袭，使用的正是磷弹药。无数个燃烧的磷元素如同来自地狱的火雨，倾泻在城市的住宅区上空。乌克兰军方愤怒地指出，白磷在接触空气中的氧气时会瞬间自燃，并在极高的温度下持续燃烧，引发大范围难以扑灭的火灾，手段极其残忍。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使用含有危险化学物质弹药的次数累计超过了13300次。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如果说2023年此类事件还能勉强被描述为零星的战术尝试，那么自2024年起，化学相关袭击的频率就呈现出了直线的显著上升。在2026年的上半年，化学弹药的使用在整个前线持续保持着高压状态，基本成了俄军的常规操作。这也从侧面证明，俄军前线步兵的突击能力已经极度衰退，只能靠这种不减武德的化学燃烧武器去硬啃乌克兰固守的阵地。在战场上打不赢，除了用毒气，还得有人出来背锅。不过这次站出来审判俄军将领的不是普京，而是乌克兰。根据 RBC 新闻的报道，基辅方面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审判。俄军前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拉平上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拉平本人躲在俄罗斯境内，这是一场缺席判决，实际的刑期将从他被乌克兰或者国际刑警逮捕的那一天起开始算起。乌克兰检方的指控很明确，在2022年战争爆发之初，正是这位拉平将军领导了俄军对基辅、松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展开的闪电战进攻。最终，拉平带着残兵败将陆续撤出。随后，在哈尔科夫的乌军大反攻中，拉平的部队再次拉垮，眼睁睁看着乌军收复了大片失地。这一系列的耻辱性失败，直接将拉平推上了俄罗斯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连卡德罗夫都跳出来骂他是个废物。
不过拉平虽然屡战屡败，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不仅没上军事法庭，反而换了多个高级职位，继续发光发热。后来更是被委以重任，主要领导俄罗斯北方集团军。结果呢，就在他掌握北方集团军期间，乌克兰直接攻破了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州，还一度构建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安全缓冲区。这是近80年来俄罗斯本土第一次被成建制的外国军队攻入并占领。拉平将军再次凭一己之力刷新了俄罗斯的国防底线，这下连普京也保不住他了。2025年9月，拉平终于被正式免去军职，灰溜溜地离开了指挥系统。小道消息称，他被发配到鞑靼地区担任领导助理。如今，这位拉平被乌克兰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相关法院首次对俄罗斯最高级别将领作出实质性审判。除了判决，拉平的大名也被正式挂上乌克兰特工部门的绝密黑名单，这才是最难顶的。这几年，乌克兰特工在俄罗斯本土没少搞事情，手段五花八门，从汽车炸弹到无人机，防不胜防。被终身监禁，最多也就是失去自由。一旦被特工锁定，那可是连命都没了。估计拉平将军连睡觉都得睁一只眼。最近这段时间，乌俄双方的袭击力度一次比一次猛，俄军想趁乌军防空薄弱之际摧毁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只是这一点俄罗斯注定无法实现。俄军的指挥官虽然战术拉胯，但眼光还是有的。他们在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所形成的空窗期加大空袭力度。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面临着一个困境，对爱国者防空导弹的需求呈现出爆炸式激增，美欧兵工厂的产能无法快速补齐缺口。美欧国家想要把自家的库存填补到安全水平，可能还需要漫长的2至3年时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乌克兰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防空压力。卫报揭露，爱国者系统一直被视为乌克兰拦截俄军弹道导弹的救命稻草，但其拦截弹的生产速度完全追不上战场挥霍的速度。目前，全球每年爱国者导弹的极限产量满打满算也就大约600枚，听起来不少，但在乌俄战争这种高强度的持续消耗下，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俄军的想法就是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差，增加对乌克兰能源企业军工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目标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试图在冬天到来前彻底瘫痪乌克兰的社会运转。面对求人不如求己的现实，乌克兰决定咬牙单干。他们正在尝试打造属于自己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已经完成了关键的飞行测试。如果后续研发一切顺利，这项被命名为弗雷亚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未来将守护乌克兰天空。根据路透社的独家爆料，乌克兰国内最大的导弹与无人机制造商火点公司对外宣布，代号为 FP7X 的新型导弹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受控机动飞行测试。公司高层自信地表示，这款导弹就是未来弗雷亚系统的核心。目前，火点正在与多家欧洲老牌防务企业密集洽谈合作，试图融合美欧的雷达与电子技术，希望在2027年底前将这一套新一代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正式推向战场。目标就是提供一套成本远低于美制爱国者系统的替代方案。这次测试的 FP7X 其实是 FP7 弹道导弹的防空拦截改进型。不过，造个火箭踢上天并不难，导弹本身只是整套防空系统里最基本的一环。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背后的地面雷达网络组件、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目标高精度追踪能力，以及导弹的末端导引系统的整合。这些软硬件的融合，才是决定未来能否在几马赫的速度下精准拦截弹道导弹的核心技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乌俄的战火还在燃烧，中东这边也没闲着，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高强度军事呼吸。这一次的起因是6月2日，美国使用地狱火导弹击伤了一艘悬挂着波茨瓦纳的国旗，但实际上与伊朗有联系的油轮 LEXI 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反击，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对着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就是一顿狂轰乱炸。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之后美国随后出动战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格什木岛的一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猛烈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次行动完全是出于自卫。伊朗一看，立马拉高了报复的强度。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宣称，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越过波斯湾，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甚至还捎带手袭击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据现场流出的消息，科威特国际机场的第1航站楼疑似遭到榴弹或无人机碎片的击中。巴林、科威特以及阿联酋等周边国家下令全面暂停所有的民航航班。不过搞笑的是，面对伊朗方面大张旗鼓的战报，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有任何核心设施被击中。他们拍着胸脯保证，伊朗所有的攻击均告失败，不是掉海里了，就是被拦截了。美方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具体如何谁也不知道。不过自美伊谈判以来，这种导弹互换已经成了一种新常态。在火力军看来，当前的局势虽然看起来美伊的相互袭击确实呈现出了一种逐步升级的态势，
武器越用越猛，范围越来越广，但局势尚未进入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都遵循着一种有分寸的报复特征。美国在动手时刻意只选择打击格什木岛上边缘控制站和周边油轮，没有袭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战略目标。而伊朗在反击时，虽然嘴上喊着炸了第5舰队，但实际上如何，大家也能猜到。这种有限升级的剧本模式，本质上是用军事手段给下一轮谈判增加筹码。可以肯定的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像外界想象那样完全破裂。特朗普和卢比奥还在对着媒体声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从未中断。而伊朗这边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他们没有说掀桌子不谈了，只是委婉地表示间接谈话已暂停数日。说白了，双方目前在核心利益上都没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现在的状态不过是把沟通暂时冻结，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双方都有极强的内部因素制约，这就决定了，即便他们在波斯湾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火力军估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边打边谈的戏码还会继续上演，但在擦枪走火的边缘疯狂试探，终究是一项高危运动，谁也无法保证是否会失控。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伊会不会打起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